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鹿出席活动，穿吊带紧捂胸部，拽裙摆动作尴尬。郝蕾的话说对了，白鹿杭州活动因紧张动作引爆争议，吊带紧捂胸口、拽裙子的小心翼翼让现场既好笑又尴尬。从工薪家庭到流量明星，他接地气的风格吸粉无数，但这次细节暴露了名气与经验的落差。网友热议：是服装设计的锅，还是职业素养不足？这场风波背后，折射出流量时代艺人与品牌的双重挑战。白鹿杭州活动一幕，吊带紧捂胸口、拽裙子动作引爆争议。商场里人挤人，楼层里看台被围得水泄不通，远远就能看到2个超长的广告条幅，上面印着他清晰的侧颜照。当天的场面像极了网红带货的现场，观众期待着偶像出现，手机镜头一茬接一茬地举起来，空气里弥漫着兴奋和窃窃私语。白鹿从车上下来的那一刻，所有镜头全都对着他，原本热闹的场面瞬间被一连串尴尬动作抢了戏，紧紧按着胸口，生怕领口走光的样子，拽着裙摆的小心翼翼，让现场变得既好笑又有点尴尬。网友们的评论火速炸开了锅，支持和质疑交织在一起。回头看看她的路子，很多人觉得这位女演员走的不走寻常路。出身工薪家庭，没有从小被送去国外打磨，也没有一开始就走曲线流量路线。选秀当练习生的事儿没能走通，索性转做模特，后来被经纪公司看中，演戏出道。那几年最显眼的变化来自一档综艺节目，她在节目里放得开，笑得大方，行为比大多数女明星更接地气，这让她迅速积累了广泛关注。走红后，商业邀约变多，资源和曝光率随之攀升，粉丝规模明显扩大，活动现场的拥挤就能证明这一点。活动当天的穿着很挑眼，一件黑色吊带裙，配高跟，头发染成浅粉色，扎着高马尾，戴着一副眼镜，整体风格偏时尚学生感。看照片能看出身材线条不错，白皙皮肤和修长四肢让她在人群里很抢镜，但外表和动作并不总是同步，几个细节被无限放大。她走路时一只手常年搭在臀部附近，像是不自觉地固定着裙摆，下车时第一反应不是挥手致意，而是双手赶紧抓住布料，生怕开叉滑上去。在合影环节站得有点僵，笑容也不稳。还有在产品互动阶段出现的小插曲，原本是给眼镜框上色，结果颜色落在了雕塑的眼睛位置上面，这个错误被现场镜头捕捉，网友们迅速截屏传播，讨论热度陡升。关于这些动作的解读出现了好几种声音，一部分人觉得这是紧张导致的自然反应，尤其是衣服剪裁本身就有隐私风险，任何人遇到这样的服装设计都会本能的护着。另一部分人则直言这是职业素养不得当，既然接了活动，应该做足准备，别把品牌方的宣传任务当成随意见面会。品牌和艺人之间其实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艺人要负责形象和互动，团队负责场地与环节安排，出现差池时各方都要扛责任。现场画面被大量放大，后果不仅在社交平台上被嘲讽，品牌方也会担心影响效果和合同风险。从行业角度看，商场类线下活动对艺人提出了实际的要求。商场环境复杂，人群流动性大，舞台空间有限，摄影角度多变，服装一旦有高开叉或深领，现场护航工作就要到位。专业团队会提前演练动作路径，设防走位，必要时为艺人准备备用服装或安全别针，避免现场手忙脚乱。很多成熟艺人在这种场合会用更稳妥的着装方式或走位策略来减少意外出现。
白鹿这次的穿着和现场应对方式被放大讨论，正好提醒了行业里一个现实问题：流量和名气不等于处理现场细节的经验。这段事件里还有一个延伸的话题被频繁提起，那就是名气和话语权的关系。曾经有一句话被引用来解释艺人与主办方之间的权力不对等，郝蕾的那句不红就是原罪再次被搬出来讨论。白鹿在一次演员评选中被划为3级演员，这个分级在公众语境里听起来档次感较低，也因此一些人认为他在服装或环节选择上必须听取主办方意见，主动权有限。另一种声音认为，无论级别如何，艺人和身后团队应该通过专业训练和经验积累提升站台水平，以免被外界用没专业度来衡量。现场观众的反应值得关注，有粉丝当场为偶像打抱不平，回忆他综艺时率真可爱的表现，强调那种接地气的性格正是他吸粉的关键。也有旁观者提出批评，认为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表现出粗枝大叶会影响商业合作信誉。社交平台上，相关短视频播放量迅速攀升，评论区形成2派阵营，一派用力护着，另一派毫不留情。社媒上的热度对艺人有正反两面影响，能带来流量与话题，但也会对形象造成消耗。如何把控是团队的课题。从技术操作来看，把颜色涂错位置的失误有普遍教训性。那种环节通常需要彩排和明确的台词提示，工作人员要保证物料准备正确，艺人只需按流程执行。普通观众看到表演环节出差错，往往把焦点放在艺人身上，忽视了幕后团队的责任。品牌方在与明星合作时，合同里会写明代言人行为规范与赔责条款，意外发生时会牵涉到口碑与赔偿问题。对于白鹿所处的档次，合同条款可能更偏向主办方控制细节，艺人的自主权有限，权衡好形象与接单量的关系对他的职业路径至关重要。在舆论发酵阶段，危机公关的选择也决定了事态走向。及时解释、真诚道歉或幽默化解，都可能把矛盾降温。保持透明度能让粉丝感到被尊重，媒体也会更愿意呈现平衡视角。白鹿团队若出面说明服装问题或现场安排失误，说明会有助于引导公众理解。若选择沉默，话题可能会被放大，甚至演变成对他整体职业素养的质疑。专业艺人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往往更依赖训练有素的团队和预案，现场救场能力在公开活动里至关重要。从个人形象管理角度来说，白鹿这类既有流量又带着接地气形象的明星，处在一个尴尬区间。粉丝喜欢他随性的风格，而品牌要求的是可控与专业。当粉丝期待他自然表现时，会原谅一些小失误，品牌和公众媒体更看重精确执行的结果。艺人与团队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然与专业并行。部分同类案例中，艺人会在私服风格与公众场合着装之间做出明确区分，或在重要活动里请造型师准备多套保险方案。这起事件也给普通观众带来一个观察角度：公共人物的每次露面，既是个人表达，也是商业行为。公众有权对表现提出不同看法，但在评价时保持公平，能让讨论更有价值。把注意力放回事件本身，衣服设计、现场安排、人员分工，能让讨论从嘲笑个人转向反思机制。社会对艺人的期待包含才华、态度与职业化的表现，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会被放大，但相应的改进也会被迅速看到。事态发生后，白鹿接下来的动作会被密切关注。他可以选择用一次公开真诚的说明回应质疑，或在下一次活动里用稳妥的造型和自然得体的互动来恢复公众信心。不论选哪条路，团队的应对速度和方式最能展示专业度。
这次意外给他和同行都上了一课，当名气扩展到更广阔的场合，准备工作也要升级，不能仅靠自然个性来护场。把目光再拉回来，最初的画面仍在脑海里浮现，杭州商场里的人潮，长条幅上的他，那一瞬间紧捂胸口和拽裙子的动作，这些细节把一个本该顺利的商业活动变得耐人寻味。问题留给读者，这次是紧张临场导致的偶发尴尬，还是存在职业准备不足的信号？你更倾向于为他找借口，还是觉得这是他需要改进的地方？欢迎留下你的看法，和身边人聊聊，看大家会怎么评价这场风波。